有没有想过，你的人生究竟是一篇早已写好的剧本，还是每天都在用看似微小的选择继续书写？我们常常觉得自己被卷入一条早已设定好的轨道，读书、工作、恋爱，失败、成功，再失败，仿佛有人早已握着笔，把全剧本写完，而我们只是照本宣科的演员。但如果真是这样，为什么有时一个意外的决定就能改变整个人生的走向？在量子物理的世界里，有一个让无数科学家与哲学家着迷的原理——叠加态。他说，一个微小的粒子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状态，直到被观察。当目光注视它时，它才会选择一种状态显现。这听起来很遥远，却又奇妙地像极了人类的心智。在我们意识到之前，一切可能性都存在。而当我们观察自己时，我们才开始重新选择剧本。根据心理学，人生剧本在很早的时候就已形成。在我们学说话、学会相信周围世界的那些年里，父母的每一句话，大人的每一次反应，每一个鼓励或失望的眼神，都像一句句文字刻进底稿。于是，长大后，我们不断重复同一个故事，从爱的方式、工作的方式，到面对伤害的方式。但如果量子物理告诉我们，一切都可以在开始观察时重新选择，那么心理学也为我们打开一扇门，我们可以重写自己的剧本，无需撕掉整本书，只要敢于握笔，继续写下心底真正渴望的版本。也许你正带着这样的剧本：我不够好，我终将被抛弃，我必须承担一切责任。但如果今天你开始用清醒的眼光回望这些故事，你会发现，它们并非绝对的真相，它们只是过去的一个版本，而你有权利重写。那么，如何辨认自己心中的旧底稿？又该如何写出一个既现实又充满希望的新故事？这正是量子智慧的旅程，看见无数可能，并选择一个新的可能去生活。交易分析创始人埃里克·伯恩曾说，每个人进入人生时都带着一个剧本，那是在我们足够成熟去发问之前就写好的。这种人生剧本就像运行在心灵深处的后台程序，预先设定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反应。特别的是，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按照它生活。只有当我们遭遇危机或深层冲突的时刻，才会开始怀疑，为什么我总是陷入这些情境？难道一切早已注定？事实上，人生剧本在很早的时候就已开始形成，通常是在7岁之前。那时，父母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鼓励或失望的眼神，大人的每一个举动，都被我们当作绝对的真理储存起来。特别是在台湾这样的文化中，传统价值观强调孝顺与成就，很多孩子从小就在重复的叮嘱中长大：你必须永远是最好的，不要丢家里的脸，别抱怨，父母为你付出的比你多得多。这些看似无害的句子，却成了无形的台词，深刻烙印在潜意识中，伴随一生。人生剧本主要由3个因素构成：第一，大人直接传递的信息，无论是鼓励性的建议，还是限制性的命令；第二，我们成长的情感环境，温暖的家庭会播下爱与支持的信念，而冷漠或紧张的环境，容易让我们相信世界充满戒备；第三，童年的关键事件，一次胜利可能让你相信自己只擅长某个领域，一次苦涩的失败可能让你终生回避风险。这些剧本不仅影响我们对自我的感受，还塑造未来的选择与行为。很多人因为信念我不够好而自我设限，或无意识地重复同一种情境，比如一次又一次爱上会抛弃自己的人。台湾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，承受必须完美家庭压力的年轻人，其社交焦虑水平比没有这种压力的人高出35%，足见无形剧本会直接影响心理健康。台北的云浩29岁就是一个典型例子，从小热爱绘画，但父母都是银行职员，总说画画养不活你。即使拿到美术奖学金，他仍选择了经济专业以求安全。10年后，他事业稳定，收入可观，但内心空虚。直到参加团体治疗课，他才发现自己从未真正书写过人生的任何一页，一切都是父母握笔。从量子物理的角度看，这就像叠加态，一个粒子可以存在于多种可能中，直到被观察。当我们相信只有唯一的道路时，就是在提前测量，把自己锁进那个结果里。但如果开始观察自己，觉察旧故事，我们就能开启选择另一种状态，另一部剧本的可能。这正是打破无形束缚的第一步。觉察与观察才能改变。在量子物理中，有一个原理叫观察者效应。他说，观察不仅是被动记录现实，观察本身可以改变结果。听起来像科幻故事，但放在心理学中却很贴近生活。只有当我们开始如实观察自己，坦然看待自己的想法、情绪与反应，才有可能改变它们。
问题在于，大多数时候，我们都活在心灵的自动驾驶模式中。那些旧故事，我不值得，我会被抛弃，我必须坚强，就像放了太久的背景音乐，以至于我们听不见了。然后我们以为那就是真实的自己，却没意识到那只是很久以前的剧本。觉察旧剧本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需要耐心与勇气的过程。一种有效的方法是写意识流日记，让笔自由流淌，把脑中的所有念头写下，不加审查。重读时，你会惊讶地发现那些不断重复的句子，那正是剧本的台词。另一种方法是观察自己的情绪反应。每当你在实际情况中表现出过度的愤怒、焦虑或沮丧时，问自己，这种反应真的属于当下，还是过去的回声？真诚回答会揭示很多线索。神经科学称此过程为神经可塑性。大脑不是固定结构，而是会因专注的内容而不断重塑。当你以觉知观察自己时，你正在创造新的连接，像在熟悉的森林中开辟一条新路。起初，这条小路狭窄难行，但走得越多，它就会成为主要的道路。我想起高雄的美玲，32岁，一名设计师。她总是回避升职机会，即便同事和老板不断鼓励。在治疗中，当被问到如果接受这个职位会怎样时，她哭了。我会失败，大家会发现我只是装得厉害。这个答案并非来自当下，而是来自她10岁时因一次演讲失败而被老师当众责骂的记忆。意识到这一点的瞬间，美玲仿佛观察到自己的人生，电子仍在旧轨道上运行。从那一刻起，她开始尝试跨入新轨道，接下更大的项目，哪怕依然害怕。佛教对此有另一种说法，直视本心。当我们看清思想和情绪的无常，它们来去如云，我们就不会再与旧故事认同。这正是东方智慧与量子原理的交汇点。现实不是固定的，它会因我们的视角而改变。觉察只是第一步，只有用新的眼光去看，才能真正跳出旧剧本。从这里开始，问题不再是我被什么剧本操控，而是我想写怎样的新剧本。很多人谈到改变人生时，会以为必须重新开始或抹去过去，但现代心理学指出，我们无法抹去记忆，能做的是改写我们对它的诠释。就像一部电影，画面可以不变，但旁白与配乐可以换掉，从而带来不同的感受。心理治疗中常用一种叫重新框架的方法，帮助来访者用新的角度看待同一事件。例如，一个曾在会议上被同事批评的人，可以保留这个记忆，但不再视它为耻辱，而是变强的起点。这种内心叙事的转变，会逐渐重塑未来的情绪、信念与行动。从量子思维来看，过去并非不变的混凝土块，而像是无限并存的可能几何。我们有权选择在当下保留哪个版本。作家 J.K. 罗琳就是例子。当年被多家出版社拒绝时，他完全可以选择我是失败者的剧本把自己困住，但他选择了另一条时间线，坚持，最终成为世界畅销书作家。多数人一生都活在童年形成的旧指令中，父母、老师或社会的言语。要重写剧本，你需要2个关键：觉察，看清自己受制于哪个剧本，以及有意识的选择去替换它。量子思维让我们相信，当下的每一个选择都有力量激活未来不同的自己。当你在生活中开始实践，比如把我不擅长社交换成我每天都在学着更好地连接他人，你会看到连锁反应。每一个新的选择就像按下电影人生的转场键，当这些转场足够多时，你回首会发现自己已在过一个全然不同的故事。最终，当我们回望重写人生剧本的旅程，最珍贵的不是改变了多少，而是意识到自己一直有权去改变。过去不再是终身行，只是已经写好的章节。章节是可以重新翻阅、深刻理解，然后以不同方式续写的。量子思维不是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，而是一个提醒，所有可能性同时存在，而当下的每一次选择都是通往新时间线的大门。当我们改变对记忆的诠释，不仅改变了此刻的情绪，也改变了未来的轨迹。从一个小动作开始吧，也许是重写一个让你耿耿于怀的故事，但这次把自己放在观察者的位置，赋予它新的视角和意义。感受一下，当这段记忆有了不同的诠释，你的心与身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。从一次小小的实验，你会发现自己的力量远超想象，然后一步一步把这种技巧变成习惯。因为练习的越多，你越会明白，你不仅是人生故事中的角色，你还是作者、编辑，也是第一个欣赏最新版本《我的人生》的人。你准备好再次握笔了吗？